老骥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朋友们，大家好。在86集中，我们对敬迁董海川先师墓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可以说，这一壮举是各支系八卦掌门人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怎样把各支系的八卦掌门人进一步的团结起来，保持好这个大好的局面呢？李子明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在20多年前，子明先生入室弟子赵大元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记得在董先师墓落成典礼的第2天，恩师用那疲惫、充满血丝的，然而又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双眼望着我说，董先师墓的落成不仅仅是武术界八卦掌同仁的幸事，在特殊时期后百废待兴的时刻，它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你可能一时理解不了那么深刻。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关键是把大家组织起来，改变武术界一团散沙的局面，这样才能不愧对先人，武术才能发展起来。但是怎样把大家团结起来呢？千百年来，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支系传承，师傅带徒弟，或在家里教，或在公园里教。特别是特殊时期之后，人们心有余悸，不敢成立武术社团，所以李子明先生提出要成立八卦掌研究会的想法，一经提出，便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响应。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和想法，仍然是困难重重。最主要的是没有先例，首先要得到各级领导的认可和批准，要得到各支系八卦掌门人的参与和响应，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达到目标一致，同时还要做成立之后的组织建设、长远规划等等。尽管困难重重，但是子明先生的意志非常坚定，因为他知道生命是有限的，自己已经是80岁的高龄，必须分秒必争，所以这真是老骥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子明先生在带领大家完成了敬迁董海川先师墓之后，没有片刻的歇息，马上投入八卦掌研究会的筹建工作。于是就有了前面那一幕，李老列出八卦掌各支系主要传人的名单，让弟子入户进行核实登记。当事人狄国勇这样回忆道：李老说什么呀？为了团结各支派，只要是练八卦掌的，不管哪个支派，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研究会。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李老就是说什么呀？让赵大元和我们俩一块儿去走访当时北京的各个老师。我们俩走了一冬天3个月。李子明先生一再向上级和同仁们讲明自己要成立八卦掌研究会的目的和意义，因为他看到了特殊时期后武术界一盘散沙，老武术家在10年中有的去世，有的病重，有的垂垂老矣，弟子们在10年中技艺也大多荒废，本来行将失传的武术瑰宝更加岌岌可危。他的观点是，必须把习武人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普及，普及了才能提高，提高了才能发展。在子明先生和八卦掌各支系老拳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大家达成了共识，
于是由子明先生牵头，向北京市武协和北京市民政局进行成立八卦掌研究会的申报工作。这又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什么没有先例？当时有的领导也认为，既然有了中国武协，也有了北京市武协，为什么还要成立单权种研究会呢？依据什么来批准呢？谁来批呢？谁来最终签字呢？签了字，万一有什么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这呀，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当然了，最终各级领导还是同意了李子明先生和各支系八卦掌门人的观点和请求。中国武术博大精深，这个体系太庞大了，129个拳种，只有各个拳种的传人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更好的保护、传承及发展。据八卦掌4世门人王彤先生回忆，当时从北京市民政局领回的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的印章是001号，这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啊！李子明先生和各支系八卦掌的老拳师门人做了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鲁迅先生曾说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可敬佩的，不是勇士，谁敢吃它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这里并不为过。可能很多人要问，为什么要叫北京武协八卦掌研究会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时任北京市武协主席刘哲同志在20多年前的回忆。为什么叫研究会？当时我们考虑就是武术事业的发展呢，因为拳法比较多，拳理比较少，就是把一些道理和上升的理论高度这方面少，所以这样的话就叫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不得了的。我说不得了呢，就是这是全国的第一个研究会。后来在全国普遍发展起来，这是第一个，李子明同志是带头成立的一个研究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是全国武术研究会的发展，这李子明同志呢起了带头的作用。北京市武协八卦掌研究会是特殊时期后全国第一个单拳种研究会，它的建立促进了当时全国传统武术的发展，促进了北京乃至全国单拳种研究会的建立。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重大的历史事件。